时隔多年，小米终于迎来了 Mix 系列的更新，小米 Mix 发布了。那么这款产品值得入手吗？它又有哪些优缺点？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。首先，我们来说它的5大特色。亮点1：全屏外观完美无瑕疵。小米 Mix 采用了全新的 COP 全屏设计，它通过屏幕材料、工艺技术、相机算法优化等全方位技术，实现了屏下镜头。正常点亮屏幕的情况下，就是一块完美的全面屏，视觉效果流畅无阻碍，没有明显的纱窗瑕疵。而开启自拍功能时，它的自拍效果也非常清晰，完美平衡了显示与自拍。这块全面屏相比之前的挖孔屏，的确让人眼前一亮，十分惊艳。亮点2：轻量化的一体陶瓷机身。小米 Mix 后背采用的陶瓷材质机身，本来在我们的传统印象里，陶瓷材质是相对的厚重，不容易打磨。尽管它的散热和手感可能比玻璃更好，但这次小米 Mix 到手以后也让人惊喜。它拥有温润手感的同时，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厚重，握持感很舒适。它采用了特殊材料，较传统陶瓷轻 30%。同时，该机还挑战了黑白经典色之外的青灰配色，色调优雅，拿在手中更像是一件艺术品。亮点3：小米最强快充组合。小米 Mix 在充电方面支持120瓦有线和50瓦的无线快充，前者120瓦有线快充10分钟即可为4500毫安电池充电 80%，15分钟完全充满。这个速度真的很快，差不多早上洗刷时间，中午吃个饭的时间就可以把电充满了。而它的50瓦快充也能在45分钟内充满电 100%， 这也是小米最强的快充组合。此外，该机还可以体验120瓦的恒温秒充，21分钟可以将电池充满。另一个极速无线秒充，28分钟可以充满。这充电技术着实很强大。亮点4：新型无线通讯技术 UWB 一指连。小米手机体验红外遥控很实用有效，而小米 Mix 所具备的 UWB 一指连功能，如今更是刷新了手机的控制功能。在手机与设备之间，简简单单用随手一指就能轻松控制，即便网络信号不佳的情况下，也能实现精准定位、稳定连接，这比红外遥控更强大便捷。亮点5：行业首发骁龙888 Plus 处理器。小米 Mix 这次还首发了骁龙888 Plus 高规格的 LPDDR5 内存、UFS 3.1 闪存也都是一步到位。在运行游戏等性能体验时，画面稳定，反应迅速，明显感觉到强劲且流畅自如的运行效果。然而游戏中机身发热还是有的，不过骁龙888 Plus 性能要比骁龙888更强，得到了一定的提升。以上即是 Mix 4的5大特色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Mix 4的一些不好的地方。说句实话，这次小米 Mix 给我的感觉很一般，远远没有当初体验小米10至中版和小米11 Ultra 的心情。作为一位资深的米粉，小米 Mix 似乎远远没有给我太大的心动。理由如下：一、小米 Mix 这次最大的亮点就是运用了屏下拍照的技术，整块屏幕就如同一面镜子，确实第一眼的时候带给了别人很好的观感，甚至可以说是惊艳。但是也是受于屏下拍照技术目前的发展，这次 Mix 的屏幕给人的感觉很一般。可能我用惯了小米11的 2K 屏幕，瞬间觉得 Mix 的屏幕不那么好。而且雷军也在发布会上坦言，如果喜欢用前置摄像头自拍的人，不建议他们用这款手机，建议他们用挖孔屏。可见目前这款手机的前置摄像头还有待商讨。第二点是，作为一个摄影迷，这次小米 Mix 采用了后置3摄，主摄为1.08像素的 HMS 传感器，还有5倍光学变焦的潜望超球镜头和一个120度的自由曲面超广角镜头。这里值得一提的是，小米 Mix 在拍照和夜景上也做了不少的改进。整体而言，这台手机的拍照功能绝对比不上小米11 Ultra， 但是正常人使用的话还算足够的。只是作为一个喜欢拍照的摄影用户，这台 Mix 在小米11 Ultra 的相比下确实不值一提。
第三点，快充、骁龙888 Plus 芯片、陶瓷机身等等，这些基本都已不是多大的惊喜，特别是这次的快充支持极速模式，可以更快充电。不过我感觉其实120瓦的快充比6-7瓦的充电时间上差不了多长。总结，这次小米 Mix 作为真正全屏亮相，虽然运用了屏下镜头，但屏占比还是不及小米11 Ultra。可以看出来，它的识别框要比11 Ultra 更快。另外 Mix 的那块 1080p 屏幕画质也是显得美中不足，后置摄像头也是中规中矩，没有小米11 Ultra 的极致拍照体验，也没有5000万像素传感器大底。至于 Mix 的陶瓷机身，确实重量轻了一些，除了陶瓷黑和陶瓷白配色外，还有青灰色。综合上述，小米 Mix 的设计没有什么太极致的元素，更比较符合大众口味，不是对产品太挑剔的群众。当前 Mix 的起售价为4,999元人民币，约799美元，也是颇具性价比。骁龙888 Plus 屏下镜头、120瓦快充、陶瓷机身，这些配置我们都可见 Mix 很好，但它表现在综合体验上。然而你追求极致，我更推荐你小米11 Ultra。好了，以上就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欢迎关注、点赞和留言互动，下期内容我们再见。